您车坏了，需要帮忙吗？就是检查一下，谢谢。没坏就好，没坏就好。那个，现在台风天嘛，不太好打到车，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捎到市里？您开个价。你是陆航的，小问题，没事。太好了，我本来就只是想在停车场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让我撞上大运了。你先上车吧，我帮你装行李。啊，不用不用，箱子不重的，我可以，谢谢谢谢。走吧。刚从国外出差回来。哦，对，美国，你呢？瑞士，我亲手飞的。你是陆航的飞行员？很快就会成为机长了。厉害呀！据我所知，陆航现在还没有女机长呢。你知道的挺多呀，飞友吗？啊，自我介绍一下，我跟你是同事，机务部的倪震。倪总啊，久闻大名啊！初次见面，陆航货运部承销。哎，你好。好巧哦。陈机长想带你去实习什么地方呀？中原路的乌鸦。台风来了还去跑吧？我们经常飞长航线，这飞来飞去的，得去放松放松，不然我这什么腰椎、颈椎就报废了。瞬间心情雷暴转晴啊，太舒服了！谢谢你啊。谢谢倪总，快进去吧。再见。拜。哎，来一杯自由古巴。好的，今天也是可乐加冰。你不要揭穿我，你就让我假装喝点酒嗨一下嘛。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每次看你深更半夜一人出没，还从不喝酒。神秘职业。谢谢。无酒精版自由古巴。神秘姐姐，你订的蛋糕下午送到的。30岁之前，我要顺利晋升到机长，飞满400万公里，走遍60个国家，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遇到一个……算了，人不能太担心。祝自己生日快乐！潇潇啊，你妈我已经安抚好了，放心吧。生日快乐，照顾好自己。
时的侧风是15米，按照公司手册的规定，已经是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哎，老蔡，哎，你先别睡嘛，我跟你探讨一个技术问题。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吧。别呀，你不跟我聊，我这睡不着觉了，我就。哎，你觉得我今天的降落好不好？好啊，我不都夸你了吗？你那个落地技术含量很高啊！我在左后监控的时候都没帮你修正啊，是全凭你自己落下来的。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怎么了？谁说什么不好了？没谁。那你快睡吧，早点休息啊，打扰啦，拜拜。我回来了，落地了，落地了，落地了！哎呀，天哪里？哇，咦。程机长飞行辛苦啦，生日快乐！一个高科技泡脚桶送给你，促进血液循环，保障睡眠，美容养颜。我是不是很贴心啊？快夸我！谢谢你的礼物，嘿嘿，这可是职场养生绝配呀！Polly， 这几天没有见我，想不想我呀？过来，过来，过来！起飞啦！起飞啦！起什么飞呀？你想累死我呀？姐，钥匙还有买卖合同都在这里了，房本呢要等到下周银行走完按揭流程以后才能给到您。好的，好的。那你先忙，我先走了。好，谢谢。孙老师，哎，我这儿有一个初步的装修方案，您看看。哦，我看看。陈小姐啊，您这是要大动干戈了。哎呀，我好不容易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身家，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我一定要装修成我喜欢的样子。但是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这样一来，预算就上去了。没关系，我快升机长了。哎呦，那提前恭喜您了。谢谢，谢谢。好了，刚才我说到了咱们机队的规划、联盟合作和成本控制的问题。所有我今天所说的，你们各个部门都要尽快的传达下去，好吧？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咱们今天，蔡总，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我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由于公司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经过董事会的决定，将正式撤销
货运飞行部。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开过好几轮会了。实际上，从3个月之前，咱们就已经不再接新的货运单子了。蔡总，您那边现在还有积压的货运单吗？没有，最后一趟我亲自飞的。您可真是劳苦功高啊！那货运飞行部的飞行员，您都提前打过招呼了吧？哎呦，没有。这可是3个月之前就定下来的，再怎么也得让货运部的飞行员们能有个心理准备啊。这要是以后闹起来，我们货运部总共就那么几个飞行员，都是年轻人，干劲儿足，别伤了人家的热情。你看，这几个月还卯足了劲钻研业务，对咱们公司对他们个人都是好事。是。蔡总，您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哎，我在想呢，等货运飞行部撤销以后，我想委屈您去客运飞行部那边做个副部。我是希望你能够把您的经验传授给像南田这样的晚辈，给他们指指路，带带他们，好不好？哎呦，岁月不饶人呢。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今天正好我也在这儿，你就说出来，凡事好商量嘛。我说这岁月不饶人呢，不是说这精神头啊，关键是思维观念，他跟不上啊。这2年，南亭干得不错，咱们公司也确实需要这样有为的年轻人挑大梁，当然，还有江总来把关嘛。徐总，您也收到我那个退休报告了吧？我收到了。哎呀，老东西走了，剩下这些小猴子们，总不能树倒猢狲散吧？你可真会开玩笑。老蔡，我来了。哦，拿你最爱的那款。嚯，谢谢。新的排班计划怎么还没出来啊？老蔡，你跟 AOC 那边说说，不然该扣他们工资了。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资料齐了没？下午我就去申请机长考核了。你急什么呀？程潇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什么事儿？因为公司战略调整了，要精简业务，咱们货运部撤了。撤了？这件事儿上头研究有一段时间了，都怪我。我觉着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所以刚刚接到的正式通知。那咱们怎么办啊？你们转到客运部。我为什么要转到客运部？哎呦，你小点声，别大呼小叫的。说撤就撤，说转就转呀，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去。哎呦，你这是臭豆腐变成香饽饽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嘛。我从入行以来，我开的就是货运，可能别人嫌弃我们运猪运牛，但我就是喜欢这里。客运部有什么好的？客运部有什么好的？客运部单身小哥多，本来女飞就少啊，你要过去非抢疯了不可呀。老蔡，你有没有点正形啊？唉，那您呢？你跟我们一起过去。
我想退下来了。别呀，您身子骨多好呀，您再干10年都可以。飞来飞去这么多年了，不着家呀，借这机会退下来，多陪陪家里的。我从入职以来我就跟着您，这都7年了。我之前一直没好意思说。什么？您一直就是我的目标。我是你的目标？我就是一个被别人吹捧的司机罢了。您可是5星机长，安全飞行了一辈子，零差错。陆航有几个能做到像您这样的？小常，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这么多年跟着我们一帮糙老爷们儿飞长航线，忙里忙外吃了不少苦。行医啊，私底下也都跟我说了，说每月一到生理期你肚子疼得厉害，一直跟他们拿止疼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没有不容易，我喜欢干这个，不委屈。以后路还长着呢，到了客运部啊，好好干啊！别这样，哎呦，飞客运那比飞货运滋润多了。好了，就这样，你等着。我打点饭，今天啊我请客。哎，哪能让您跑腿啊？我去。不行，最后一次去食堂，一定我自己去，你等着。哎，你好。老蔡，怎么了？到了客运部，我一定会努力的，不给你丢脸。好，那咱们就说定了。等你成了机长，请我吃饭。必须的。徐总啊，关于货运部的飞行员转到我们客运部的事儿，我们还是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哦，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货运部这个老蔡啊，我承认，他的确技术不错，可这个人大大咧咧的。他手底下的这群飞行员一个个都跟他学，这么一群人现在到我们客运部来，我担心会影响我们客运部的形象。南天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客运部正在申请新的航线，飞行员肯定不够用。货运部那边的飞行员也都是陆航花心力培养出来的，技术上足够成熟。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当然，其他方面必须严格把关。我赞同南亭的看法。那行，那我们严格把关。可即便如此，货运部那个女的，咱就别要了吧。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行的货运部。为什么？未婚未育啊。江部长，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这是要出危险的。这不关起门来说嘛。你再说了，女飞的能力，那确实差点意思。飞行能力跟性别没有关系，只跟个人有关。那利用率呢？女飞的利用率低，这总是共识吧？根据全行的数据统计，其他公司招的女飞，不管是在飞行时长、安全记录还是正常率上，并没有低于男性飞行员。江部长，我记得好像你们飞行部应该有5年的时间没招过女飞行员了吧？去年我就客运部关于招收女飞一事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但一直没有得到推进的许可。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和江部长探讨一下了。无论男飞女飞，都是飞行员，我们应该一视同仁。那这件事情还是按原计划来，计划不变，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你们要严格把关，好吧？好。
程姐，哎，你好，小姐，小姐，凡哥。哎，小姐，又来看飞机来了。是啊，我来看看我的小七。这周整修完啊，这架737就要移交给费边了。这么快啊？小七，哎呀，小七。我们第一次一起是去了阿拉斯加，接着是里约、阿姆斯特丹。我们一起运过化工原料、豪华游艇。虽然你老了，操作手感也没有以前好，性能也弱爆了，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你啊。可以，辛苦了，其他没问题。那我先走了。嗯。陈潇。自信、放松、专业、程潇 ，Go Go Go！ 顾部长，那天的操作，事后我想过了，我完全符合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以我的技术，足以支撑我完成操作。我也想过，你的确没有违规，但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否则飞行员不应该进行极限操作。我会修订出新的安全手册，你的行为将会被杜绝。出来了，怎么样？都问什么了？没啥，就随便问问，走个流程。我刚才看到大魔王也在里边。谁？你好。我听客运部的人说，他是飞行员高升的噩梦。大魔王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顾部长的飞行技术，那是没话说，在咱们陆航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难怪他看谁都不顺眼。数一数二。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那是，我们程大机长在货运部那绝对是一姐的存在。一会儿看姐怎么治他。下面2位，程潇、宋宋。加油，加油！咱们等着看看啊。各位领导好。各位领导好。
坐吧。顾部长，这是我的履历，请过目。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程潇是吧？不用那么严肃，咱们只是随意聊聊。坐吧。顾部长，人家刚才都点你名了，你来问吧。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作为职业？因为自由。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在地球表面无拘无束，坐拥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办公室，追着太阳跑，和群星作伴。当然啦，还有一点重要的现实原因：收入高。飞行员可以让我获得经济自由，可以让我遵从内心，更自在的生活。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的。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知道这份工作的严肃性吗？我2013年入职，已经飞了3500个小时，飞行经历时间2700个小时，没有任何差错记录，所有考评全优通过。除此之外，我还有航空英语5级证书和国际航班上英语通讯资格。这就是我对严肃工作的回答。就你最近一次的表现来说，在极限风速中降落，不管落地有多稳，都应该进行奖评。那天那么恶劣的天气情况，我凭我过硬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落地，有什么问题吗？难道非得改行备降，让公司损失几十万？飞行安全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我再说一遍，我的落地操作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违反现有的飞行安全手册。既然已经进了客运部，那就等面试以后，再对那天的落地操作做进一步的沟通，怎么样？关于程潇是否进入客运部，我认为还有待商榷。顾部长，货运部的飞行员安排到客运部，这是公司的安排。那个，各位领导，我们刚从货运部转过来，平时的工作状态可能与客运部有点差别，我们一定会多多学习，尽快适应。飞行员就是飞机的灵魂，我们的工作关乎到旅客的安危和公司的财产，一刻都不容麻痹。这点我也赞同。不过上个月我从北海道度假回来，坐的是咱们 XD884航班，机长广播我只在下降途中听到过1次。请问顾部长，这是不是有点太不严谨了？林一成，顾部长，巡航过程中的机长广播怎么回事？我是那天的副驾驶，机长广播是张机长授权让我做的。那个是江部长的小舅子。的确是漏报了1次，那天我身体不太舒服，还感冒了。感冒去飞行可能会导致耳膜穿孔，那天你应该请假才对。是。我觉得程潇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好。林一成，以后你的工作在细节上一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好，下不为例啊。好。程潇，你刚才指出的问题没有错。林一成，你回去好好学习运行手册，跟张机长一起写检查。好的，顾部长。所以顾部长，请您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能力是技术和态度的总和，没有严肃谦逊的态度，再好的技术，也不能保证100%的飞行安全。以你目前对这份职业的认知，就算公司安排你进入客运部，你也必须从观察员开始，重新上岗。观察员？
各位领导，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顾部长的结论，大家有异议吗？按小陈的资历，已经有升机长的资格。如果突然降成观察员，好像有点不合适。要不然，让他再飞一个看看。这样吧，明天安排你们俩再飞一次。你不是觉得顾部长这样安排很不公平吗？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一副驾驶的位置。有这个信心吗？今天是考我，你倒捡便宜了，成了主驾驶。主驾驶不是我，我被换下来了。换成谁了？顾部长亲自带飞，小姐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出什么岔子。能出什么岔子？副驾驶本来就是辅助机长的。龚南亭又是最好的飞行员，以他的水平，我的能力，这种考核我闭眼都能过。快走了，小姐。走。潞州飞上海虹桥，飞行时间1小时30分钟，使用锦翼5起飞，V1速度135。航路全程好天气。等一下，把你的手势摘下来。我戴着手势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你自己没口袋？潞州8513，跑道34左，准备起飞。30稳定。调定起飞推力。起飞推力调定，80海里。检查。排前轮。正上升。收轮。CMD VR 加到15以上。警翼1。警员1绿灯。警翼0。警翼0灯灭。加压正常。起飞后检查单。发动机引气开，空调组件自动，起落架收上关断，襟翼收上灯灭。起飞后检查单完成。今天天气真好。扭群。
失效。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由副驾驶接替机长工作。什么？你潘，潞州8513，左发失效，申请应急返场。收到，潘潘。潞州8513，右转航向113，跑道34左，口落。右转航向113，跑道34左，潞州8513。接通自动驾驶。闻到味道了吗？啊？什么味道啊？你认真点儿，这鸟群不是被卷进发动机了吗？烧焦味儿没闻到啊？晚上请你吃烧烤啊！右侧发动机也停了，自动驾驶也断开了。2个发动机全部失效，飞机彻底失去动力了。观察员把机长拖出来，你坐左驾驶位置。啊？执行。准备重启，右发。重启失败。潞州8513，报告飞行意图。你可以选择任意跑道落地。飞机现在飞不到机场了，准备场外迫降。现在必须让飞机变成滑翔机，机头放低点。潞州8513，请明确你到底准备在哪儿降落？现在距离我动4栋方位20公里的草地上。草地？你确定吗？在你9点钟方位有条400米宽的东浦河，那儿会比草地更适合。不能去东浦河，现在地面风暴8米每秒，河面上风速会更高，风向也不稳，容易导致飞机侧翻。草地上降落更安全。机长广播。我马上。客舱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飞机故障，现在迫降，请客舱做好防冲撞准备。警音1。警音1，绿灯。警音5。警音5，绿灯。警音15。警音15，绿灯。放轮吗？不放轮。警音30。现在准备迫降，放轮。500英尺，做好防冲撞准备。注意地形，拉起来。300英尺。50英尺，防冲撞开始。40. Hold up. 30. 20. 10. 客舱机组各就各位。车里检查单。车里检查单。好了，
就到这儿吧。宋总，我们创造了奇迹。奖评是集合。谢谢啊。不客气。文林哥辛苦了，喝口水。我不喝饮料，谢谢。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在机长失能、双发失效的极端情况下，能让飞机安全着地，并且基本未损，我对我的操作非常满意。你什么意思？按照程序，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程序不是死的，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的。全美航空的萨伦伯格机长也是遭遇了双发失效，迫降成功的。萨伦伯格机长当时就没有按照程序执行，第一反应是让副驾驶去启动 APU。萨伦伯格机长对飞行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才有能力冒险调整了程序的顺序。作为普通飞行员，严格遵守程序才是安全的最大保障。我绝对遵守程序，也敬畏规章，但是规章和程序不是死的，是在不断变化和改进的。你如果真的重视规章，发动机停发的时候就不会惦记烧烤。必须要像飞行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飞行，这是原则。我认同你说的，任何飞行操作都要认真，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心理上也是需要放松的呀。你要是一直紧绷着，反而容易出现失误。就在你放松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一位需要急救的同事。急性脑梗是有最佳抢救期的。可是那又不是真的，这是模拟。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100%确定，你必须从头训练。你好，好。哎呀，这件事儿啊，我和顾部长再研究一下。10分钟以后，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你别生气了，小姐。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本来对这些女飞是有些顾虑，你非要争取说再给个机会，怎么现在又是这个态度？我争取机会是对整个女飞，不应有性别的差异对待。说说你现在对那个程潇有什么看法呀？今天本来是他作为副驾驶的考核，他看见机长是我，一开始从心态上就轻率了。我设置双发失效是想挫一下他的锐气，没想到他能平稳落地，的确很优秀。但是他在考核中的飞行态度，还达不到一名客运飞行员的标准。你看，我早就说嘛，货运部来的这批飞行员，那早就养成那种习惯了，很难改的。尤其那个程潇，他要是真来了，那麻烦肯定少不了。昨天面试结束以后，我从各部门详细了解了货运部的飞行员。程潇在工作上能吃苦，爱钻研，优点很突出，所以我收回程潇不适合客运部的表态，让他正常参加787机型的改装训练。去澳洲啊？要在澳洲那儿待2个月的，那万一到了最后还是不行，那岂不浪费了公司的资源？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都值得公司为此付出资源。去，
请进。江部长，让顾部长跟你说吧。程潇，从今天开始，你准备改装训练787，训练结束以后，按照成绩决定你的岗位职务。你还要考我一轮？你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是个人的刁难。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呢，就让顾部长做你们这批飞行员的专职教员。江部长，那教员能不能换个人啊？为什么呀？顾部长看着年轻，可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辛苦难听了啊。把这批飞行员交到你的手里头，我才放心呢。好。啊，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儿。你忙。我等下一步。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哟，这谁呀？回来了。这等多久啊？再过30分钟不出现就走。这能让惜时如金的顾部长等过30分钟，也值了。你来这儿干嘛？这不刚去西雅图学习半个月吗？向领导们汇报一下情况。波音总部有收获，收获大了，还下了787的总长车型。最近飞787感觉发动机的自动推力变化偏快，在五边俯仰稳定性方面有些低。这次我正好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会机库整理一下资料，明天发你邮箱。你这空了打球啊？嗨，下周要去澳洲2个月。哎呀，在哪儿约一下啊？太难了。再约。再约。夏至，怎么了？家钥匙又丢了？哎呀，这回啊，可不是丢钥匙的事儿喽。
没钱交房租了？说吧，这次打算借多少呀？哎呀，小姐，这次不是借钱，是借宿。哎呀，小姐，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哪次没救你啊？住呗，但说不定也住不了多久了。啊？你要搬家了？暂时保密，但是住到你发工资应该没有问题。好礼，饿了吧？其实吧，你应该失业了。你又失业了？哎呀，你说我毕业2年，干了7份工作，怎么就没遇到个真爱呢？哎呀，你才毕业2年，迷茫一点也正常。那你为什么就立志当飞行员呢？可能是觉得做飞行员没有束缚，自由自在吧。糊弄谁呢？这么俗套的理由你也说得出来？就你这成大机长的脾气，谁能束缚了你啊？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我今天看招聘网的时候，发现你们公司在社招哎。是，最近公司部门大洗牌，我都被洗缩水了。你说我去应聘怎么样？你想学飞？哎，我才没那么傻呢。哎呦，我的意思是说，当初看你学飞的时候都被虐成啥样了，我才不去呢。那你是？其实呢，人家是小区的空姐了。空姐啊，免费玩转全世界，疯狂打卡世界各种美食。行了，夏至大爷，你别再霍霍空姐了。说什么呢你啊？人家到底有没有戏望？我要说没戏，你信吗？哎呀，行，你想去就去试试呗。那实在不行，我养你啊。哎呀，好了，我要去发简历了。南京哥，以后我们就跟着您混了，还请您多多关照啊。马屁拍太早了，人还在外边打电话，听不到。我这不是提前演练吗？这收藏的比我的还多啊！明
明天安排了去澳洲的陆航基地，开始787的改装训练。明天？明天？这么快啊？改装的具体规定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必须全部背下来。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吧。谢谢部长。南亭哥，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玩你，快点玩。大家把自己的简历再确认一下，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旁边有碎发的都再收一下。一会儿进去之后千万不要紧张。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就快到了。小心点儿。哎，向右45度，微笑，露齿笑，向右45度，向右转，向后转。李宇恒，你是硕士毕业，这么高的学历，为什么想要来当乘务员呢？我喜欢坐飞机，每次看到空姐就心生敬慕。空姐的微笑能使旅途中辛劳的旅客感受到温暖，所以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空乘，把温暖传递出去。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邀请你落地之后跟他一起去旅行，你怎么回答？感谢您的好意。落地之后，我们有统一的工作日程安排，可能不太方便。您看您是否还需要其他服务，或者需要茶水饮料吗？好，谢谢。下一位，夏至。我叫夏至，就是那个节气。不过朋友们都说我更像惊蛰。开个玩笑，有点冷哈。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我能吃苦，而且性格开朗，我朋友超级多，我微信联系人都满了，和人沟通那就是我的强项。我这么接地气，更能和旅客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要你的联系方式，你怎么回答？我长得这么安全，这种事情保证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服务旅客，保障飞行的安全。好，谢谢。最后就剩这个夏至了，可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乘务员应该有的样子啊。但他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语言和表情也很有感染力，我相信我们的乘客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近2年我们空乘部的辞职率非常高，核心原因还是抗压能力不足。我们面试那么多人，这个夏至是最不紧张的，
你再结合他以往的履历来看，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抗压能力。下面我宣布录取名单：李宇恒、王艳、胡家阳朋友，彭鹤、胡家阳朋友，胡小丫是谁啊？陆玲、我大学同学，从不服气，他是逢考必过。刘青、胡家阳朋友，王威、张雪儿、戴香怡、夏至。空乘部有3个月的培训期，由艾经理带你们。在此期间，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么很遗憾，你们还是会被再次筛掉。今天就到这儿。我想来写这个李宇恒，你的初试分数呢是我们本组里面最高的，但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提醒你，我们的面试规定里面写了你们需要盘发，而且发尾不能过10，这一点你没有做到。对不起，老师，我早上来的时候挤地铁，不小心把头绳给弄断了。乘务员呢是一份很需要展现综合能力的职业，将来在客舱内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你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嗯，我懂了，谢谢老师。不用叫我老师，叫我哀家就行。夏至，你呢，首先呢要改变你的说话方式，另外就是回去以后好好练练你的站姿，还有你需要减点肥了。啊，加油吧。没事儿，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坐地铁来上班。好，那我先走了，雨拜拜，拜拜。终于追上你了，以后我们加个微信呗。好啊。哎，你微信不是满了吗？啊，微信上限不是5000个吗？我才4800多个，还能加你。顾部长好，顾部长好。我在澳洲那边部里有什么状况，及时跟我通报，不用考虑时差问题。你等我一下啊。啊。南亭哥。宇航。你过来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毕业前半年一直在准备功课，没想到这次面试真的过了。那是你努力应得的回报。好久没见到你了，这2年你也没带阿姨回苏州看看，我妈可想你们了。阿姨还好吗？嗯，挺好的。对了，我前几天回家收拾东西，无意中翻到了以前的照片，你看。这是我回老家看外婆那次。以后又可以经常见到你了。秦阿姨她还好吗？挺好的，就是闲不住，还在搞她的设计研究。等我这边落定了，找时间去看看阿姨。你刚来这边也没什么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告诉我。谢谢南亭哥。不用那么客气。夏夏，你怎么过来了？你这个头发，我跟
空姐呢。怎么样？环游世界、打卡全球美食的愿望能实现不？必须的呀！我这条咸鱼从此之后就要翻身了。过了啊？可以啊你，蒙蔽了陆航的眼睛。怎么说话呢？恭喜恭喜！不过你也先别替我高兴，我这后面还有培训，还是有可能被淘汰的。哎呦，不愧是好姐们啊，这状况都一样。你怎么了？我要去澳洲封闭培训2个月。怎么去这么久呢？不知道。被人一脚踹到了金字塔底，未来指不定成什么样。谁呀？谁欺负你啊？你跟我说，我替你收拾他。不用，我自己收拾。哎，拿铁回来了。哎，王哥。南婷回来了。张阿姨。张阿姨。哎，南婷回来了。啊，您这橘子长得不错呀。哦，长得挺好。妈。哟，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最近这天儿不是容易感冒吗？给您备了2盒感冒灵。家里的油盐是不是快用完了？我也给您买了一些。哎呀，真把你妈当成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了，连柴米油盐都要你操心。您做饭的时候缺盐少油又不是第一次了。你又要出差啊？对，去澳洲，改装。啊，您注意点身体，别那么操劳。这怎么是操劳呢？人这一辈子干的工作正好是你喜欢的事儿，有几个人有这种幸运呀？啊，我上个月被我们设计院返聘了。您还放不下工作呀？没看到国产大飞机正式商飞的那一天，就不可能放下。我们团队集体努力那么多年的气动外形，也需要进一步优化。再看看。妈，您还是搬到我们那个小区去吧，我照顾你也方便点。张口闭口的照顾我，照顾我，你真把我当成幼儿园大班的了。我们那儿房子住的舒服一些。这个房子你现在看着旧，看着小，当年你爸刚分的时候，这个房子是最大、条件最好的了。我都住习惯了，不舍得搬。行吧。嗯，核儿，咽下去了。葡萄籽可以抗氧化，这橘子籽可不行啊。我不是养生，我是嫌麻烦。哎，你那房子租金别老打给我啊，你自己管着。那房子本来就是给您买的，您不住，那租金至少收着吧。这种事儿多麻烦呀，我不愿意管。嗯，你那个房客是个女孩吧？你见过吗？不过挺本分的，应该是个老实人。陈小姐，哎，孙老师，那个房子的设计图可不可以调整一下？可以啊，不过你着急吗？啊，没事儿没事儿，不急，反正我也要出差，但是有个突发状况，预算可能要减少。好，好的，没问题。嘿嘿，麻烦你了，麻烦你了。啊，好的好的，谢谢孙老师。你干嘛呢？是劈柴这个。啊！我的航空限量版，夏至你。我的脖子。哎，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人家李宇恒走路都那么优美，啊，我走路跟个大汉子似的？李宇恒是谁？我的心机偶像，我预感呀，她未来会是最棒的空姐。我已经是旧偶像了呗。
一日为偶像，终身为偶像。OK， 行了，我知道了，你起开。哎，我跟你说个八卦，我今天在咱们公司看见李雨禾的男朋友了，好像是个机长呢。机长？啊？谁啊？这我哪知道呀？好像姓顾吧，长得老帅。顾，你说以后我要是当上空姐，然后再娶个又帅又多金的机长，你想得美！把你发配给我房东当儿媳妇儿差不多。你房东啊？他儿子是不是就是你那个神秘的男闺蜜啊？什么男闺蜜？我都没见过他。房东很多事儿懒得管，就交给他儿子去解决。没谱。一般地主家的儿子结婚都早。不一定。他联系方式用的都是清新脱俗的电子邮件。啊？凭我的直觉，他一定是一个大龄闷骚单身宅。我都给你们介绍介绍啊！我不喜欢这样。明天早上7点，在这里准时集合，发车去机场学习787的绕机检查。希望各位都能够认真对待。Good night. Oh, it's great to see you. I missed you. Hi, Kaya. You know, I've been back here twice. I haven't seen you. I guess it's my lucky day, huh? You ready to compete again? I'm here to work. You? Yes, me too. Me too. 你看，南丁哥的关系就是光。你8成是考不过了。为什么？眼盲2倍。 Still as strong as ever, huh? Same to you. All right. Well, I'll see you around. See you. 这他妈可是挑事儿了。别看。无论曾经你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换了技术，一切就要从头开始。任何懒散怠慢的心态，必须迅速调整到位。作为教员，我会对你们的训练成果负责。我希望各位在未来都能成为最成熟、最让人信任、最有担当的飞行员。今天，我们先学习787的绕机检查。小姐，澳洲的紫外线这么强，这个 SPF 50的，赶紧涂上。不用，我过来，你抹。等上送送。你们干什么呢？报告教员，我们在抹防晒霜。飞行员队伍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谁允许你们开小差的？你们的纪律性呢？我们是飞行员，不是军人，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飞机安全，保护乘客。
从现在起，程潇、宋宋作为临时教员，其余学员抹防晒霜。执行。少读点儿。宋宋，作为教员，你有何感想啊？是有点不太合适。程潇，你呢？拖拖拉拉，嘻嘻哈哈，一盘散沙。我们的确不是军人，也没有任何人阻止你们使用防护产品，但这些都应该是你们课前解决的事情。你认为只是抹一点防晒霜，不需要小题大做，那其他人呢？如果人人都在课堂上这样做，怎么保持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怎么掌握细致入微的本领？南方的夏天，基平地表可以达到50多度，东北的冬天有零下30多度。任何条件下，飞行员都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和状态。你们做得到吗？我可以，而且我已经做了7年了。不光是我，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合格的飞行员。成绩归零，从头开始。刚说的，转眼就忘了吗？这堂课，程潇、宋宋原地反省，其他人继续学习。还撑得住吗？还能撑得住。小姐，都怪我连累你了。说啥呢？其实，南亭哥说的也有点道理。别再提南亭哥，南亭哥，他在我心里就是灭霸。你是被他绕进去了。他说的那些大道理，是没什么毛病，但咱们不是小学生，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咱们是机长，是要解一道复杂的大题，要灵活多变，在众多解法中找到那个最优解。今天这事儿，你说，要是老蔡，他会怎么对咱俩？该上课上课，回去私下狠狠骂咱们。这才是最优解。像灭霸这种人，机械刻板，一看就是受了填鸭式教育的毒。绕机检查的要点，你记住了多少？你这太远了，都没听全。回头咱俩凑一凑，能补多少是多少吧，功课不能落下。站直。你都说了，我们又不是军人，干嘛一定要站这么直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挨打要立正。累死了！以为当了飞行员是飞着飞哪玩，没想到这么累。是啊，无语了都，还不都怪那个大魔王。大魔王来了！顾教好。
知道顾部长中了什么邪，这么往死里操练咱们。这哪是训练飞行员啊，这是给咱送奥运会。小姐，你好点了吗？哎，你疯了吗？这要是让南天哥看到，你就歇菜了。不是，咱们又不飞，喝点小酒怎么？昨天少辉在食堂点了个啤酒回击，被训草了。啊？咋了？对。哎，我听说他这个人啊，还有一些私人规章，跟他一起飞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麻烦死了。行了行了，都忍忍吧，赶紧收起来。You see, these Chinese trainers wouldn't dare do any drinking. That's because they're still minors. 又是他们俩。哎，坐下，坐下，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这会儿不怕挨灭霸的训了？再说你这身板，你确定上去不是挨揍的？我们这么多人呢，可不大，可不是。对啊。哎呀，好了好了，来，尝尝我手冲的咖啡。谢谢肖姐。小姐，最近怎么这么佛系？哎呀，被灭霸磨的呀，现在都已经心如止水了。行，前几天的体能测试，3公里跑了13分钟，旋踢1分钟才30圈，各项结果你都在合格的边缘。其他人呢？你垫底。成绩正常，他们都是男生，以后不要耗神在这些无关的事情上。你说的无关都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无趣，没有生活。要生活就不要选择这个职业。飞行员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是只有驾驶舱那几屏。提醒你一下，按照公司规定，本期10名学员9人可以保留原岗位，还有1位末位淘汰，要降级聘人。干什么？你们继续。找你有事。边读书边听音乐，怎么培养专注力啊？顾教练说的有道理。这么大声怎么说话？飞机上声音更大。我这是在培养自己的情景意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上回帮你保管的首饰，不用还我了，反正以后也不能戴。把被子叠好。我这被子不好好的吗？豆腐块儿，有必要吗？这不是你们货机，飞客机要注意公众形象。这是我自己的卧室，这不是飞机，你是不是管太多了？你看清楚，我只做一遍。我。你干什么？删了。删了。我不想重复啊。怎么着？侵犯我隐私吗？你还知道个人隐私啊？删了。
顾教员，你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啊！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个叠个被子跟我开飞机有什么关系？在空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成为触发危险的导火索。只有将严谨2个字贯彻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保证飞行工作。你每天活得这么严谨，这么不自由，你有意思吗？真正的自由，是用自律换取的。顾教员，我准备就寝，请问现在可以打开被子吗？批准。站姿挺直均衡，舒展大方，精力充沛，眼神要平视前方，眼神放轻松，面带微笑。我们一个微不足道的笑容，很有可能会给乘客带去1天的好心情。夏至，你这样会吓到旅客的。你看看宇恒，笑容要真诚，要发自内心。你自己好好练练吧。平常说话呢，要习惯说1个字“请”。当你们跟乘客说“请”的时候，就是将尊贵感留给了对方，让对方呢能体会到被尊重，再以谢谢收尾，既能传递善意，又能拉近和对方的距离。请您收起小桌板，谢谢。请您出示登机牌，谢谢。请您系好安全带，谢谢。请您调直座椅靠背，谢谢。你的语气太生硬，声音也太洪亮，再来一次。请您打开遮光板，谢谢。你知道飞机上的机械噪音有多大吗？你这样的声音，乘客听得到吗？走也不会，站也不会，坐也不会，连讲话也不行，笑都笑得这么丑。啊，我这次发现我就是个废人。慢慢来嘛。哎，你们笑的都比我好看，为什么呀？我每天在家里面咬着筷子练习啊。你可以多放松一下你的脸部肌肉，像我这样把嘴巴啊其实就是放松你的面部肌肉，发啊呜一的音。啊呜一。对，做10次就能放松你的脸部肌肉了。啊呜一。重大消息！你们知道那2个傻老外为啥总找咱们茬吗？为啥？他们呐，都是凯恩的学员。凯恩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咱们来的第1天跟南丁格握手的那个。哦。几年前啊，他跟南丁格在模拟机上比了一次，直接被完爆了，当众浇3桶冷水，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原来我们是替灭霸背了锅呀！我就说第1天见面就不对，这里头肯定有事儿。不行，这锅咱不能背。你什么意思啊？得去那顾部长那吹吹风，让他跟这个凯恩再斗一把。哎，这样不光咱有热闹看，那顾部长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咱。有道理。以我对灭霸的判断，没戏。哎，咱们可以迂回啊，去拱凯恩的活，怎么样？好像是个办法，但谁去呢？谁去？要不我去。小姐，要不然你……哎呀，就你最合适。那越是弱的人呢，去拱火才越气人。你品，你细品。